本来我正在写另一个球星的人物故事，休息的时候，我随手拿起手机刷了下新闻，结果看到了若塔去世的消息。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假消息，因为只有那么一条新闻提到这件事。但我又刷了一下软件的首页，看到这顶一条大标题：迪奥哥·若塔因为车祸去世，连照片都变成了黑白。那一刻，我才真正相信这是真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虽然若塔不认识每一个看他踢球的人，但我们却都认识他。那种感觉就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突然离开了。我当时立刻关掉了本来要写的文档，重新开了一个新文档，想好好了解一下若塔的故事，也想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就想和你们聊聊迪奥哥若塔的故事。若塔1996年出生在葡萄牙北部的波尔图市，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有自己的小生意，母亲则是家庭主妇。不过父母都很喜欢足球，也很支持若塔踢球，这让他从小就接触到了足球，并且爱上这项运动。和很多男孩子一样，若塔也非常喜欢电子游戏，尤其是 FIFA 和赛车类的游戏。他小时候甚至还没把足球排在第一位。他最大的梦想其实长大后成为一名 F1 的赛车手。他最喜欢的车手就是 F1 传奇人物迈克·舒马赫。因为从小沉迷 FIFA 这款游戏，若塔练就了一身游戏技巧，甚至可以说他的水平不输真正的职业电竞选手。说一个有趣的事情，2022年，若塔因为伤病在家休养，花了很多时间玩 FIFA 21的 UT 模式。这个模式类似于英雄联盟的排位系统。结果他竟然在养伤期间把自己的世界排名打到了第1名，可以说他绝对是职业足球运动员里最会玩 FIFA 的那一位。若塔从小就是个宅男，不喜欢太热闹的场合，是个性格安静的男生。9岁那一年，他加入了波尔图附近一家叫贡多马尔的小俱乐部，开始了自己的足球之路。若塔在贡多马尔的青训营训练几年后，他的足球天赋慢慢的被更多人注意到。2013年，他被职业俱乐部帕索斯费雷拉的球探发掘，并把他签下。虽然若塔从小在波尔图长大，而且贡多马尔距离波尔图俱乐部非常近，但当时波尔图的球探并没有选择他。后来波尔图球探回忆说，若塔当时个子不高，也不是那一种一眼就让人惊艳的球员。那时候我们希望寻找天才中的天才，所以没把若塔纳入波尔图的青训。不过帕索斯费雷拉看中的却是若塔的比赛阅读能力和他在场上的出色跑位。他们相信若塔不是身体条件最突出的球员，但他的足球智慧和努力带来不一样的未来。事实证明，他们赌对了。若塔很快就得到了一线主教练的信任，并提拔到一线队。在14到15赛季，他在葡萄牙杯对阵雷根格斯的比赛里，首次代表帕索斯一线队出战。大约2个月后，他迎来自己在葡超联赛首次亮相。那时他刚满18岁。真正让葡萄牙球迷记住他的是15到16赛季的表现。他那个赛季为球队出场34场，打进12个进球，成为球队的最佳射手。尤其在2016年2月17日对阵科因布拉大学的比赛中，若塔上演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帽子戏法，帮助球队3-0获胜。这场比赛也让他的名字迅速传遍葡萄牙。那时候的若塔主要踢左边锋，也能根据战术安排出现在影锋或者中锋的位置。他速度快，门前嗅觉敏锐，虽然身材不够高大，但对抗能力也毫不逊色。帕索斯主教练曾说，他未来一定会去更大的俱乐部。那个出色的赛季结束后，若塔吸引了很多家大俱乐部的注意，其中就包括马德里竞技、波尔图和本菲卡。2016年，若塔以720万的欧元转会费加盟马德里竞技，签下了一份5年的长约。不过他在马竞报道仅1个月后就被租回了葡萄牙，加盟波尔图，租期为1年。从当时情况来看，马竞签下若塔更多是出于培养年轻球员的考虑，把他立刻外租就是希望让他在更高水平的比赛中锻炼，积累经验，再回来为马竞效力。在波尔图，若塔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真正的挑战。16到17赛季，他在葡超联赛出场了27场，贡献了8个进球和5次助攻。在葡萄牙媒体眼里，若塔是一名速度快、盘带灵活的球员。
虽然他的个子不高，但他总能出现在门前最危险的位置，抢下那些最容易进球的机会。尽管表现不错，波尔图赛季结束后并没有选择买断，也没有继续租借他，而是让他回到了马竞。而马竞在新赛季也没有把他留在阵中，而是决定再次将他外租。这一次，他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加盟了当时还在英冠的狼队，开始了自己的17到18赛季。那时候，或许连若塔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职业生涯即将在英格兰迎来彻底的转折。那个夏天，狼队高层决心在这个赛季冲上英超，俱乐部请来了葡萄牙教练努诺，再加上门德斯团队的支持，他们计划引进更高水平的球员和更专业的团队来完成这个目标。而若塔就是这个计划里非常关键的一员。对若塔来说，这是一场陌生的冒险。英冠的比赛和葡超相比完全不同。这个联赛不仅比赛更多，而且英冠向来以身体对抗激烈著称。他不仅要适应场上的节奏，还得学习英语，融入全新的环境与文化。不过，若塔用行动和努力证明了自己。在英冠第一个赛季，他为球队各项赛事出场了46场，打进18球，贡献5次助攻，帮助狼队以99分的积分拿下英冠冠军，冲上了英超。其实，在赛季进行到一半时，狼队就下定决心买断若塔，以1400万欧元的价格将他签下。他不再是租借球员，而是狼队的正式成员之一。升上英超后，若塔依旧保持了高水平的表现。在18到19赛季，他在英超打进了9球，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对阵莱斯特城那场比赛，他上演了帽子戏法，而且在比赛最后时刻打进绝杀球，帮助狼队以4-3获胜。这也是狼队在英超历史上首次有球员完成帽子戏法。不仅在英超表现出色，若塔在欧洲赛场同样有精彩的发挥。19到20赛季的欧联杯16强赛，狼队对阵西班牙人，当时西班牙人阵中有中国球员吴磊。很多中国球迷原本是为了看吴磊的比赛，但若塔的表现却彻底抢走了风头。他在那场比赛完成了帽子戏法，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若塔在狼队一共待了3个赛季，一直是球队锋线上的绝对主力。他在英超和欧战赛场上的威慑力，最终引起了一位德国教练的注意，那个人就是利物浦的主教练克洛普。当时利物浦锋线上已经有沙拉赫、菲尔米诺和马内，但克洛普仍然希望有一位多面手，既能踢边路，也能踢中锋，这样不仅能为利物浦的进攻带来新的变化，也方便多线作战的时候进行轮换。而若塔恰好完全符合了这些要求。2020年9月，若塔以5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利物浦，这也让他成为利物浦队史上转会费排名前列的引援之一。在利物浦的第一个赛季，若塔还不是球队的常规主力，他只首发了12场比赛，但却打进了9个进球。他很快就融入了克洛普的战术体系，有媒体甚至形容他是克洛普的秘密武器。他不像沙拉赫那样上场盘带，也不像菲尔米诺那样频繁回撤串联，但他总能出现在对方禁区最危险的位置，一脚完成致命的终结。这也是他在利物浦锋线上独特的价值。到了第2个赛季，他迎来个人在利物浦巅峰的状态。他在各项赛事出场了55场，攻入了21个进球，帮助利物浦拿下联赛杯和足总杯的冠军。不过，若塔在利物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伤病让他状态起伏不定，也影响他的出场机会，使他逐渐成为常规的轮换角色。可即使如此，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刻为球队挺身而出。他不像沙拉赫、努涅斯或者范戴克那样耀眼，也没有那么多的聚光灯，但却是利物浦不可或缺的一员。在刚刚结束的24到25赛季，他在各项赛事出场了37场，贡献了9球3助，帮助利物浦再次夺得英超冠军。除了俱乐部的荣誉，若塔还帮助葡萄牙赢得了欧洲国家联赛的冠军，这让他度过了一个堪称成功的赛季。而在赛季结束后的休赛期，他和他的青梅竹马完成了婚礼，他非常的开心，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月。但谁也没想到，在结婚10天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永远改变了所有人对他未来的期待。2025年7月3日凌晨，大约2点45分，若塔和弟弟开车准备从西班牙回到葡萄牙。当时他们结束了在西班牙南部的短暂假期，正返回家中。可行驶到 A66 高速公路时，意外突然发生。有报道说，他们驾驶那辆兰博基尼试图在超车时轮胎爆胎，因为车速很快，他们几乎是来不及反应，车辆瞬间失去控制，冲出了道路。
随后发生了猛烈碰撞，并迅速起火。若塔和他弟弟根本就来不及逃生，最终不幸在车内丧生。警方赶到现场时，若塔和弟弟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这条噩耗在足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看到这个信息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愣住了，脑子一片空白，就好像身边的一个朋友突然离开了一样。若塔的国家队队友和利物浦队友都非常伤心，因为他们才刚刚参加完他的婚礼，没想到短短几年后就要参加他的葬礼。对于若塔身边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在利物浦，当地球迷们自发前往埃菲尔德球场，献上鲜花、围巾以及印有他20号的球衣，来纪念这位曾经为他们带来无数进球与欢呼的球员。截至生命定格的那一刻，若塔职业生涯数字停在为利物浦更下赛制出场了142场，攻入50多个进球，为葡萄牙国家队出场41场，打进12球。若塔或许不认识每一个支持他的人，但所有看过他踢球的人都记得那个拼命奔跑、永不放弃的他。他离开了，但他的故事将永远留在每一个热爱足球人的心中。